各位变态，大家好，我是魔王。这一次要给大家介绍的这款游戏就是《吞食天地2：赤壁之战》。本作为卡普空在1992年发行的街机版横向卷轴的动作游戏。2200年前，中国刚好是汉帝国的时代。汉高祖刘邦创立的大汉帝国，经过了400年的国祚之后，迎来了乱世。趁着混乱的政局而夺得权力的董卓，在他残暴的统治之下民不聊生，继承了汉王朝血统的刘备与关羽、张飞、赵云等组成了联合军，终止了董卓的野心。过了7年之后，汉朝的国土有1/3都落入了曹操的手中，自称为魏王的曹操于是向刘备所在的荆州展开了进攻。这就是吞食天地2：赤壁之战的故事背景。其实这款游戏它的节奏是相当快的，游戏一开始就有小兵跑过来说：“刘备大人，曹操率百万大军来抢你的人妻啦！干你攻杀小！主上莫慌，我军可选3只单身狗帮主上主导曹操这个人妻控。”于是我们就选了关羽、赵云跟魏延3个人啦。好了，第一关就是博望坡之战啦。一开始孔明就说敌将李典在博望坡这边休息，叫我们去偷袭。然后魔王要先说整个游戏魔王把它调整成就是敌人会无限一直出来，因为如果照原先正常的玩法，就是整个画面每一个阶段3-5个敌人打完之后，然后这一关就过了。那魔王把它调整成敌人都会无限出来，这样比较像战场上会遇到实际上的状况啊。既然敌人会一直无限的出，你看现在就已经多少人了，这画面都是人所以那个。不管你的技术多好，一定会在这里就是一直死掉啦。那我觉得就用这个模式，我们来玩玩看会有什么样的游戏体验哈。好啦，像这样子，我们其实一直往前走，很快的就会到达第一关的魔王哈。有的时候就是你看现在第一关魔王已经到了，李典出来了。说到李典这个角色，其实他是曹操的一员大将，但其实，虽然他大部分的时间都担任前锋，但是其实他是一个有念书的将军最知名的就是在逍遥津的时候跟张辽一起大破吴军但他年纪很轻就过世了，36岁就歘起来了那我们现在的玩法就是一边玩一边后退，去点个火看看。我们知道桥最后都是有个火，你看一个敌军很多，一直歘开来，一直歘开来，一直歘开来，一直死啊！魔王现在用的角色其实是魏延就是光头魔王。我们来点个火试一下，杀一杀。这个游戏其实就是当年在出的时候，魔王觉得它也是跟1代一样是非常受欢迎的，原因是因为如果你的技术很好的话，整个玩到破台大概要花40-50分钟的时间。我是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诚意的游戏，但是我跟1代比较起来，2代的难度它其实是有提升的，因为整个在玩的方式，还有就是敌人在打击的判断这个部分还是会有一些就是不是很顺畅的部分。好这样李典就歘起来了，第一关好快就过了。第2关就是博望坡之战的下半段，一下子天就黑了那我们要做的就是慢慢的清场往前打，然后就可以到下一关的王。其实就是这个游戏它的玩法都还蛮单纯的，就是不断的往前走，走到最后就遇到王了中间就尽量不要死。魔王先说把这个游戏除了调整成敌人会无限出之外就是用变态模式再来就是什么？再来就是他的武器不会消失啦。原因是因为哪有人被打2下然后武器就消失了，这也不像真实战场的状况嘛所以被人家围杀之外，武器应该不能消失才对。但这个游戏也是人若那么多，武器你就算拿了，你不会站位，拿了武器也是没有什么效果。然后魔王觉得里面最讨厌的小兵呢，其实除了弓箭手之外，再来就是这个赵氏兄弟了嘛，赵生嘛，赵雄嘛，赵处嘛，都是现在两东西血又多又会撞来撞去，其实蛮讨厌的。然后这个游戏因为其实当年大家都玩得很熟了，所以如果再用一般的方式，什么无伤破台一道破台我
我是觉得也没有什么太大趣味啦。还有一个点就是魔王现在做了很多那个无伤破台或一道破台的游戏哦，都大台的干也没有什么人看啊。想讲恁这人嘛不知道是安怎，就以前那个年代都是技术要好，然后才会有很多人看，现在就是技术好也没有什么人看。就我们那个年代的那些变态到底死去哪里了嘞？我也不是很清楚啦。然后我们就陆续玩，慢慢的往前走。这里有一个点，就是有的人会觉得说，魔王既然敌人会无限出来，一直无限出来，不会一直往前冲吗？因为魔王有测试过，如果开这个无限敌人的模式，如果一开始你就冲到最后一关王这边，有时候会有 bug， 然后那个就是他的那个当关的那个 boss， 那个魔王他反而不会出来了。所以我们这边就是稍微要玩一下。你看这些敌人好像就是有点卡住。我们把人都杀完之后往前走，理论上应该这一关的头目夏侯惇就要出来。好啦，独眼夏侯惇出来啦。这夏侯惇就是为什么只有一个眼睛呢？因为有一次他跟曹操去打吕布的时候，被箭射伤了左眼，然后他就大叫：“父精母血，不可弃也！”放到嘴巴里面就把自己的眼睛给吃掉了。那你讲这人嘛是真变态。所以后来他就被人家称作盲夏侯，但是呢，夏侯惇本人又对这个称呼非常的生气，所以只要每一次他看到自己的眼睛，看到自己瞎掉那个眼睛就不爽，就会把镜子摔坏。这个就是夏侯惇在历史上面的记录。不过魔王有稍微做一下研究，就是夏侯家族跟曹操的关系其实非常好。而这个夏侯惇每次都担任了非常重要的职位，但是他几乎都没有打过什么太大的胜仗。你要知道，就是很会跟人家单挑跟带兵打仗，其实是两件事哦。所以我就在想说，其实每次夏侯惇就是遇到什么仗都打不赢，他是不是就是整个军力的评估有问题呢？后来想想因为他只有一只眼睛所以看得到敌人的数量大概只剩一半啦。好啦，我们这边把夏侯惇也打过啦，这样我们第二关也过啦。好啦，这边就是加分关啦。他要说这是我们的大胜利呀，好恁吃这顿抽吧。然后这个加分关卡当初的设计就是让大家摇动摇杆跟连打，然后比赛谁吃东西的速度快。那以前魔王在玩的时候，大概都是剩下4秒5秒的时候就可以全吃完，那边乱摇到那个机台很快就坏掉了。现在这个是用模拟器玩了，就轻松按轻松吃就好了。年纪大了就是大家知道吃东西要细嚼慢咽嘛，对不对？那让年轻人去吃就好了。但苹果方是无法抵抗100万大军之势，应寻求吴国援助以及再起。好吧，就这么办。来人将城门打开，我要放火烧火。然后我们就看到这大口的许褚，他就笑着说：“哈哈哈，拢无看人是大家惊个走伊啦。”然后于是第3关的火烧新野城就开始了。这一关的玩法其实跟前面也是差不多的，然后就是一边打一边前进。然后比较有趣的就是整个游戏在这一段它的关卡的长度是相对比较短的，也就是很快我们就可以攻到新野城的门口了。各位变态可以看到，我们就是一下就到城门口。在城门口这些地方就是稍微进攻一下就可以直接攻到城门里面。安卡紧冲，不要浪费时间，赶快冲喽！但敌人一直出来像这个变态版的敌人无限一直出来，其实就是相当的有压力。好啦，我们现在看到许褚啦。许褚其实是3国曹魏时期的名将，以前的曹操的护卫工作是典韦在担任的，然后典韦串起来之后，就变成他负责曹操的护卫工作，就是他是曹操的贴身保镖。最有名的就是他跟马超在作战的时候，一个人就单挑马超啦。然后这一关很有趣的就是，你们看我们走到最边边这个地方，就是有烧火。这以前有人有说，在大台如果你不点火的话，敌人的难度会比较简单。但是魔王其实有试过了有没有点火敌人都一样出来的那个频率跟攻击方式都是差不多的我们看到许褚他身上就是
这整个感觉像大肉球哈，然后就是又全身都是肌肉哈。因为其实，在《三国演义》里面，他就有讲说啊，那个许褚跟马超在对战的时候啊，然后他就把自己身上的盔甲全部都脱掉，然后就身上全部都是肌肉凸起，然后跟马超对打，然后最后被射了2箭。最后历史上评价就是谁叫如赤火，你冲啥腾啥，你给行给不没。但是这个人也是非常知名的武将哈，在官渡之战结束的时候，许攸曾经因为做了内应，然后立得大功，然后但是这个人就是对曹操不是很尊重，然后最后就是许褚看不下去，就把许攸给弄死了，把他弄到串起来，然后后来就是这一件事，曹操本来要杀他，然后但是大家都对他求情之后，就是曹操还是放他一牛了，这个是许褚非常知名的一些历史故事。打着打着，其实许褚的血很多哈，现在被我们打已经快死掉了。然后这个游戏的角色就是他动不动就一直笑，哗哈哈哈，哗哈哈哈。那你就抓起来啊。那么火烧新野的这一关也就过了。袂使有刘备逃去无回，你哪个俩等啊？就交给我们吧，我们一定不负手托。去吧，人妖部队！卖诏刘备，曹操大牛令，萝莉控该死！你们快走，人妖交给我。来，从这边开始就是曹操派出的刺客军团哦，3个都是美啊，美伢跟美玲。那个美伢跟他是那个蜡笔小新妈妈嘛，跟他叫做美伢。那在这边的敌人，他有个特点，就是全部都是刺客型，也就是会突然跳过来偷砍的这一种，就有点麻烦。那这边在打的时候，基本上也是我觉得其实只要小心就可以了啦。只是说魔王玩的这个变态版本，敌人会无限一直出吼，所以还是尽快的把那个3个女刺客把它干掉比较保险一点。我们看到现在已经不知不觉已经打得快差不多了哈。美玲跟他被抓起来了。3个都快要一起死了。我看谁先死，美先死。哇，剩小新颖妈妈，哇，美伢也抓起来了。好了，那这一关也就过了。由于打倒的是刺客，所以也没有什么讨伐成功的画面。就这样。敌人叫最阴死一大盘，竟然甲结果当山。实际上，《三国演义》讲到这一段白河之战，是讲到新野城火烧新野之后，然后曹操军大败，然后溃败到白河边的时候，又被关羽引兵把白河的水拿来倒灌曹军，所以玩到这一边的时候，其实就是有重新再重现了《三国演义》白河之战的这段战役啦。其实这里也是他整个游戏里面展现的还不错的地方。但我们现在玩的这个版本呢，就是敌人还没打完，如果触碰到下一个关卡的那个接关点的话，然后就会直接换场景哦，所以敌人其实就会越来越多。那这边可以稍微赶一下路，我们边打边撤退，然后发现就是3个角色它的强度还有它的那个攻击特征，其实各有优缺点哦。还有就是像赵云的绝技啊、关羽的绝技啊、魏延的绝技，这五虎将的绝技，我们都可以从里面看到。卡普空里面有一些就是从就是 Street Fighter 快打旋风里面的角色直接就是换出来哈。那你看我们很快就转换到下一个场景去了。然后这一边我记得在前面守门的就是守关的武将就是曹仁。其实说实话，就是魔王在玩《三国演义》或《三国志》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是先玩了游戏光荣版的《三国志》之后，然后才开始想说，哪来这么多武将？才开始看这些书的。我相信应该很多变态也是一样。后来就先从《三国演义》开始看一看之后，然后就看了就是陈寿的《三国志》，他发现正史跟演义在讲的东西还是有些差别哈。然后我们要继续往前走哈。
其实如果一般正常玩到这一边的话，就是白河这一关第4关，它其实开始就有难点了，因为关卡开始慢慢变长，再来就是补血的道具变少，所以以前在玩的时候都会一只一只引出来，一只一只慢慢打。没看到就是这些颜色变掉的敌人都是原来在前一个场景没有被杀死的，然后他现在转移到这边来之后，然后就会颜色变得怪怪的。然后先说就是这一个设定，我们前面有讲，它的敌人会无限出来嘛，所以有的时候如果那个一个画面上敌人太多的话，那个我们操纵角色甚至就会不见，就消失变隐形哈，所以就跟一般正常的关卡玩起来还是有些差别。那卡普空的这一种那个可以双打的游戏，以前街机能够双打或3打的游戏，其实就没有那么多啦。好，我们看到这边就是曹仁了。曹仁其实也是就是魏国的名将哈，据说他是曹操的堂弟。《三国演义》里面最知名的就是他会用8门金锁阵在作战哈。早年的曹仁常常跟着曹操一起作战，然后在很多情势不利的状况下，能够达成任务，能守能攻。最知名的就是在樊城之战里面，虽然被关羽用水围城，但是最后还是把樊城给守住了，最后还合兵击退了威震华夏的关羽。所以其实曹仁算是曹魏的一代名将。那我们看到敌人实在是像蚂蚁一样有够多，我们就是3个人联合一起在打，其实也是死得很快哈。像你看那个魏延那个斩马蹙哈，那这样踢也是一样，踢没2下就挫赛。他那个升龙剑狂挥嘛，是没啥哈。还有就是刚刚在讲到卡普空出来的游戏里面，像那种可以双打的哈，通常都会设定成彼此互相打得到对方。所以如果在玩的时候站位不是有默契啊，或者是不会玩的人啊，那边抢着要打敌人，或者是抢着要吃道具的，那就变成猪队友。以前常常因为这样很多朋友一起玩就会赌烂底下修妹。你看那个关羽就被打倒了。所以点就是什么？点就是以前在游戏厅啊、游乐场玩这种游戏啊，最有趣的地方就是可以跟同学还有朋友一起玩。然后大家互相干掉，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玩的地方。那现在就是时代可能变了啦，游戏厅会去玩的人也不多，所以他们可能我们跟现在的年轻人讲说，以前的游戏有多好玩哦。那其实游戏的本质，它最后是跟人在互动，在好玩。你至于说以前的游戏真的多厉害吗？其实我觉得是那一个时代跟身边的朋友，才让这个游戏本身的趣味性增加2倍、3倍，甚至4倍。好啦，我们看那个曹仁好像也快要差不多了。他以前在玩就是一边杀小兵，然后一边就是打王。看阿一按，一不小心又要串起来啊！剩最后一下，要砍成一半了。这个游戏只要是你最后一下用绝招砍，都可以把它砍成一半或身首异处。这个东西也是魔王觉得蛮赞的一点。来，第5关一开始就是长坂坡之战这里是三国非常知名的一场战役。然后曹操一开始说去干动我戏，然后这边就是很简单，打几个敌人串场一下就好了。然后这边就有说刘备夫人的车子被围困住了，赶快过去帮助他。然后于是就是三个老宅就要过去救刘备他老婆，都是糜夫人。糜夫人就是较早糜族。糜族是一个非常有钱的商人，后来他就是赞助刘备然后也把自己的妹妹嫁给他。我们就知道糜夫人就是要等一下就要串起来了嘛，这一段就是要乱阵救阿斗。然后这一边的敌人其实就是我们在玩正常版的时候，敌人的强度其实没有很强就攻击的那个频率也不高，但是我们现在玩的这个变态版本，你会发现人越来越多实际上3个人玩也的确敌人会变比较多啦，但就是这种混战场面，魔王觉得才比较像是真正的战争场面。然后我们就一边打一边往前进。其实这个地方还可以拿到一些隐形的武器就是
隐藏的武器哦，但是就是有的时候没有拦住的话就没办法。好来，这个家伙就是淳于导，就是这一关的王。淳于导是《三国演义》的虚拟的登场人物哈，他是曹仁的部将。然后在长坂坡之战里面，因为他抓住了糜竺，正要去邀功的时候，就被赵云碰到，然后一个回合就被赵云给枪毙啊。这个是赵云在这个场战役里面斩杀的第一个曹军大将，但这个人其实在历史上他是不存在的。好，我们可以注意一下，就是在这一边魔王骑马嘛，如果就是在这一边我的马如果被打下来，那个淳于导是会过去骑马然后以前在玩的时候会故意让那个每一关守关的 BOSS 就是那个王去骑马，因为他骑马之后要上马的这个过程，我们就可以把他从马上面砍死然后这个也是在打的另外一个小方式，但是问题就是我们现在玩的是变态版，这些变态版就是敌人全部都把你围住了，人一堆这个打也是有难度的啦。那我们就是用一边清小兵的概念，一边在打他。看到几乎大部分都看不到魔王，干他妈敢没用枪，而且枪拉小，干好你死光头，光头里面最厉害只能是我而已。哇，看你赵云马 Q 伊，关二哥马 Q 伊，哇，我嘛被 Q 伊啊，剩最后一下，可怕好戏呀！好啦，那淳于导这边也过了。等一下就是要去糜夫人那边抱小孩夫人，敌人就快到了，赶紧来绕跑。可是我受伤了，我只会拖累大家。此子乃主公骨肉，务必护其万全。干娘，你莫搁讲迄笑话啊，赶紧来走好不？好，拢伫遮，莫走。我被抓起来啊！你嘞！来，从这边开始，我们要进入长板桥之战的下半段了，第6关那这一个游戏我们大概已经玩了一半左右那个以前魔王在玩《三国志》相关的游戏的时候，最早其实是玩光荣版的《三国志》啦。然后因为开始对于里面的武将的一些设定啊，为什么智力这样，为什么武力这样，想要多花一些时间了解，才开始看一些跟三国有关的书我们那个年代就是最多就看看《三国演义》啦，然后《三国演义》它是一个比较具故事性跟戏剧性的一个作品嘛，看一看之后就想说，那正史是什么记载？才开始看《三国志》的。看《三国志》相对还是比较无聊，因为毕竟正史的记录就是比较一板一眼，然后通常都是2、3句话就带过了。那魔王其实从小在玩这些游戏，小时候我们在玩这些电动然后父母家长都会跟我们说电动害死人没读册要 Q 格以后人生就没有救啦。可是实际上真的是这样吗？后来我发现那个以前那一些很乖念书的同学了不起就做老师嘛，不然就是去银行当行员嘛。他说他人生就特别的顺遂吗？他说赚很多钱吗？其实好像也不是这样。至少对魔王来说，玩游戏这一件事情是有开拓我的人生视野。什么意思呢？我借由这个玩游戏的过程里面去了解了各国还有就是各个朝代的历史然后甚至于各个国家它有它自己的文化啦，还有神话故事。看人家刚顾着讲话，他妈夏侯杰跑过去忘记打了，没关系，那等一下还会出来。好啦，点就是什么？点就是这每一个时代他遇到的问题都不大一样，所以就是说，除非你要一辈子做工不然那种就是乖乖念书然后以后人生才有出息这件事，其实在每个时代都不一定是正确的所以就对我来讲，游戏这一件事情，它不会纯粹只是一个游戏，然后对我来说，更多的是什么？更多的是对魔王来讲，玩游戏是一个可以认识自己的过程。像魔王就是玩游戏才知道自己原来是这么变态。好啦，我们现在就到刘备军这里啦。刘备大人，您跟我讲，高林某跳进戏，干你是咧讲哪小？靠背后边人气控来刘备好干你卖走，您紧走，和单身狗来打，这单身狗就告你
好啊，这就是要拍夏侯桀跟燕鸣。夏侯桀其实在嘉靖版的《三国演义》里面，其实叫夏侯霸。其实他的设定就是跟夏侯渊的儿子是同样的名称。其实夏侯桀在里面设定是曹操的随身将，在长坂坡之战之后，里面就是被张飞给吓死，跌下马就摔死了。在这个游戏里面，你说把他打倒的话，他手上会拿着就是一个特殊的宝剑。然后燕鸣在《三国演义》里面其实曹洪的部下，据里面的记载身长1丈，手持3尖2刃刀，臂力惊人。出场的时候把他讲得多厉害，结果看他被赵云捅一下就死了，几不赛。好了，我们看到就是手上像关羽手上拿着这个就是比较亮的刀，就是有个彩虹的剑，这个东西其实就是夏侯桀身上的配件。其实，在小说里面，他是说他身上配的就是带着的是那个曹操身上的配件。他现在就是改成7星剑。如果你是在原先他在骑马的时候把他打倒的话，手上就会变成拿成青钢剑。你如果在这边才把他打倒的话，就是拿7星剑。然后，因为其实人太多了，以前拿剑的都要保护他，然后好好走位啦。现在就是狼熊贼啊，那种欧北呛的喝啊。好了，看起来燕鸣也快死了。好，那就变成彻底吧。你就串起来啊！孙权大人，曹操迟早会打你的啦，应该共同协力作战才是。与曹操一战，需要跟刘备同盟才是上策。我知啊。刘备殿下跟我同盟的话，展现一下你的兄贵之力吧。好，向孙权殿下展现一下你们多年来右手的实力吧。来玩到这边的加分关，其实如果你是单人打的话，就会要你打会动的曹操木人，然后看能打20个，然后这样加分就过关了。如果是双打或3打的话，就变成说像我们现在这样，要看到3个玩家，然后互相砍对方，看谁最后站到最后面。其实魔王觉得吞食天地2它的加分关卡都算蛮有创意的。好啦，现在就砍一砍之后，还是光头魔王胜利，因为我想变态。既然你这变态，那我们就同盟吧。鲁肃战舰集合，准备出阵。然后诸葛亮就在战舰上说：“我会借东南强风，引火来讨伐曹操。”于是就展开了赤壁之战的序幕。接下来我们就到第7关的赤壁之战。那赤壁之战其实比较重要的就是需要，也不是说一个人然后就能把赤壁之战打好了。历史上是说赤壁之战还需要一个连环计，因为那个时候北方的人就是在马上作战比较擅长，不擅长水战嘛。然后于是很多人就有水土不服的状况出来。于是就是庞统就献出了连环计，把所有的木船都将在一起，然后于是就在水上也如履平地。然后这个时候就是小说里面所说的情节，然后最后就赤壁之战就这样打一打，最后就火攻就结束了。当然这个是小说的说法，但实际上三国时代赤壁之战它里面真正的记载就是曹操之所以大败，100万大军都输，原因其实是因为瘟疫的关系。三国时代的瘟疫比如说建安大疫啦，这一些都是非常严重的瘟疫因为其实三国时代除了战争之外人均的寿命其实不到16岁的，所以14、15岁人就全死光了。那比较大的原因就是因为传染病的关系所以实际上各个战争它的取胜然后或者是它的失败它的原因是很多的。你看各位看到我们这边就是一到那个过关的触碰，就是触发点到了之后，我们就会直接到下一个场景去，看死一堆人。那魔王赶快先把圣剑先拿起来因为这一边的圣剑其实就是它里面隐藏了一个武器，力量非常强干他妈被打一次不小心就死了，你慢一点换剑好不好？那大机也没法踢。好啦，随便啦，那个圣剑还有那个
其他的一些比较重要的宝剑啊，有的时候会隐藏在一些特殊的地方。我想一些老屁股老玩家应该都知道放哪里啦，那我们这边就不多说了。那很快的应该就要到这一关的王这里了，我们看一下。你他妈嘞！曹操你卖照，主上快点绕跑！干文远，你底下脑傻小。好，魔王在这边要特别介绍一下张辽这一个将军哦。张辽其实是魏国五子良将之一，所谓的五子良将就是张辽、乐进、宇进、张革跟徐晃。然后古代的那个历史里面记载，他记载说太祖见之武功而识之良将，五子为先，也就是这5个人是曹操当初在打天下的时候功劳最大这5个人。那张辽他原先就是曾经追随过丁原啊、董卓啊、吕布啊，然后最后就是追随曹操。那最知名的就是在公元215年跟李典、乐进驻守在合肥，面对东吴孙权亲率10万大军，然后他只以800将士以寡胜众，大破孙权甘宁跟临潼，几乎把孙权抓住了。也就是《三国演义》里面的威震逍遥津的这个情节。然后当时有说，就是如果小儿晚上听到张辽的声音，就吓到都不敢哭了。那就是这一个人，非常知名的一个将领。就虽然再怎么知名，就是在电动里面也是，他可能还没成为五子良将就要被弄死了。好了，还被抓开啊！最后一下炮戏，还有变成一半了。好了，我们看到这个画面就知道曹操他现在战败了，现在要开始绕跑了。于是我们现在就到了第8关了，这里就是赤壁之战倒数第2关了哈。诸葛亮说：“逃啦，咱给你加救。”于是3个单身狗就开始追杀曹操的历程。然后我们玩了，因为是变态版哈，所以等一下如果触发到，你看触发到前面换场景的部分就会直接换了哈。然后敌人其实是很多的，因为会无限一直出哈。那个讲到曹操啊，历史上说他是人妻控啊，反正就是去哪一个城池，只要是打下了城池，那个地方哈，你也宰写了一个不爱，一都是要人家用过的，一都是想要捡破鞋。对于人妻有特殊的嗜好，可能有恋母癖之类的吧。这个嗜好连他的儿子都有一起遗传到。反正我觉得就整个事情很好笑，就对了。然后就是历史记载，曹操也因为就是这个人妻控这件事，他的特殊癖好让他吃了不少亏哦，也曾经损失自己手下的大将，就因为他太过于好色。但我个人认为，我是非常喜欢曹操这个角色的，原因是因为他至少是比较真诚的人，就是他好色嘛，然后他又有才干嘛，再来是他叽歪嘛，而且他又奸诈嘛。那我认为这一个是比较接近人性的，那难怪就是三国是以曹魏作为正史。另外有一些变态就在问啊，说，你看魔王，你每一次都在干干叫，你录什么影片都在干干叫，脏话不离口，你是不是跟馆长赶快，拢是兄弟啊？其实各位变态，你们要了解一件事一个人讲不讲脏话，跟他有没有念书，还是他的社会阶级，还是跟他的脑袋聪不聪明，其实一点关系都没有。有一次啊，魔王就跟着魔王的妈妈嘛，还有我的学生一起到日本去玩。然后那个学生其实他的家庭背景是很不错的，他的父母亲本身就是外交官，所以他从小就在很多国家游历然后再来就是成年之后，他在那个就是在中国大陆的北京嘛，北京大学学医，后来就是在当地北京大学的那个医院里面当心脏内科的医师。我们因为一起到日本去旅游，然后我妈妈就非常喜欢他，她就说：“你看人家讲话很文雅，那一看就知道是有念书，有读册。你看你这什么型？”我听了，我的魔王一听就堵然。我就跟我妈说：“你嘛拜托，恁囝读到博士呢，
啊，他学医，啊，恁囝嘛学医，啊是差伫倒，我册摕来个比我侪呢。所以哦，一个人会不会骂脏话，其实跟他的学经历是没有什么太大关系的。也不是说每个人都像馆长这样干干叫，啊，都是拢无读册，拢佚佗啊，让大家知道吗？啊，所以哦，你也不要听别人哦讲脏话、吸烟、抽烟、吃槟榔。你就觉得人家比较低级哦啊！你不讲脏话，你不抽烟，你不吃槟榔哦，阿干你就比较高级，根本也不是这么一回事。你最后只感动了你自己而已。所以魔王在做这些影片哦，有的时候会有些道德魔人跑进来讲：啊对，你不要讲脏话，对，你不要怎样怎样，对，你老母，对，你阿妈较好。我觉得哦，都是哦，自己太自以为是，太把自己当成一回事，就觉得全世界都要听你的，你最重要，对你最厉害，对哦，你最屌，对你30公分哦，大家看拢小懒觉，你最大，就是自大，太自以为是了。说实话，如果都已经现在这个年纪了，你还有刚刚魔王所说的这些想法，那表示你日子真的过太爽，真是搞不清楚状况。对，你好敢，你去外面去跟他讲说啊，你要怎样怎样怎样，这个社会谁会理你？不要只是在网络上就嘴炮就觉得自己很厉害，你好棒棒，你30公分大家都听你的，你看得贵，好了，我们到这边呢，应该已经到就是后半段了。等一下应该继续往前走一小段，就快要到这一关的魔王了，也就是五指良将里面倒数第2个唯一有出来的就是徐晃。说曹操，曹操就到。你看，我们后面那些敌人全部都在追杀我们。好啦，我记得原来这边应该也有一个武器可以拿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拿不到了。好啦，不管了，那我们就继续往前走。那就有一个人突然跑出来说：“我不会让你们通过的。”这就是徐晃。徐晃是五指良将之一曾经多次建功，而且就是最知名的就是解了樊城之围，还把蜀汉名将关羽给打退那曹操称赞他有周亚夫之风。曹丕称帝之后，徐晃还被加为右将军。所以徐晃是在五指良将里面非常知名的一个将领之一那么玩到这边，其实已经到游戏的很后半段，那个整个游戏玩到这一边也非常后面了三国时代相关的题材其实是相当多的，但是就是像吞食天地，这其实是在整个三国的不管是游戏啦，或者是漫画，或者是动画的表现里面，我觉得它都算是一个奇迹因为实际上这个作者画了不到1年的时间，然后他就不画了，然后而且大部分会被停刊或不画的漫画，是因为它的人气很差嘛。但这一款的人气它又非常好，其实只是纯粹作者画不下去了而已。但没想到它的周边还有像游戏这个部分都出了非常多的游戏。他妈的，一边讲一边死，一边讲一边死不知不觉就是一直被人弄你看那敌人一直出来，一直出来，一直出来，打不完所以这个变态版敌人无限出的在玩，其实真的还是有难度的。好啦，徐晃这样我们讲一讲，不知不觉快要串起来了。哇，最后砍他一刀，还剩一半，徐晃他也串起来啦。好，来，我们来打第9关最后一关的华容道了华容道就是那个曹操打仗打输了赤壁之战，然后最后就从这个地方绕跑，然后讲说曹操从华容道跑啦，我们赶快去追。好，来，魔王先赶快上去把那个超级剑给拿一拿。这个是整个游戏里面最强的剑了，它都是北更。但很可惜的就是这个武器它没有办法从头拿到尾，这是蛮可惜的。不过我们在这里面把它调整成说，如果
那个不小心被打到，那个武器也不会不见，所以一直往前冲也没有关系。你看我一不拿，手一掉了，然后赵宇马上捡起来。通常玩这个游戏都是会保护拿剑的人然后拿剑的人要很会走位，因为其实拿武器在打还是有它的优势在，特别是如果他打了一下就倒地的话，那对于游戏的攻略是有很大帮助的。只是华容道前面这边所有的敌人，他都是相对比较弱的，他比较像是说你都玩到最后一关了，给你一个小小的回顾这样子。对我们就继续往前走。好来，那这一关他记得最后的王是吕布啦，我觉得当初在玩的时候，吕布出来，我也是觉得是蛮惊喜的，因为毕竟他是三国第一武将嘛，对不对？好了，我们看玩到这边就把刚刚的武器就放下来了，大家都是恭喜，就是赵氏兄弟，然后很快的我们跑到前面这边来，然后前面这一把我记得拿的是倚天剑，如果拿了的话，在清小兵还是相对比较快的。那我们要先把后面这些敌人都清完之后，然后那个原先跑到这边就是要打吕布的那个小兵出来了之后，然后我们才能到下面的那个场景去。然后玩到这边其实已经相当后面了。那当初在玩这款游戏的时候，刚刚有说过，其实5块钱，如果你的技术很好，其实是可以一道玩个40-50分钟不是问题的。比较起现在动不动就要氪金的手机游戏，我真的觉得以前的游戏还是虽然它难度比较高，可是还是很有诚意的制作哈。这是现代游戏比不上的。好了，我们再往前走，应该就要遇到吕布啦。他差不多啊。终于追上你了，曹操！干，你不是吕布，你应该已经抓起来啊！好久不见啊，刘备兄弟，我们一起来帮曹操啊！我只是不想看到刘备得到天下，我敢来啊！就派呢，一开始关哥哥就出大绝招，把大家都打退了。这边已经是最后一关了哦。那个最后的吕布啊，他不管是血啦、攻击方式啦、攻击力啊，应该都是这个游戏里面最厉害的哈。就跟上一代的那个就是吞食天地比起来，他就是2代都有出场的人物。因为他个人在当初在三国设定里面就是最强的武将，所以其实2代都有他的，而且他造型也特别，他的头发就是金色的嘛，感觉就是一个就是外国人。实际上吕布以前在记载他是说在汉代的五原郡的九原区，其实就是现在的蒙古自治区咯。包头市的蒙古自治区的包头市，所以他应该是有外族人的血统。在三国时代，其实他曾经有记录，他曾经为了丁原，然后也是董卓的部将，然后曾经也为袁绍效力，然后他趁着刘备跟袁术在作战的时候，占领了徐州，自成一方势力。最后在建安3年的时候，在下邳被曹操击败处死。所以这个人当初也是一代的名将他也是少数有封侯的。我记得那当初人家称他叫温侯，他是有封侯的。过去要封侯啦，或者是要封王那封侯都一定要是有重大战功的所以他其实也是一号人物，只是说这个人的智力不高武力高，那也没有什么用。这告诉我们什么呢？这告诉我们，就取得天下要有谋略，要有带兵的能力。你的武力高，很会打架是没有什么用的。像现在很多小屁孩以前就是这样的8+9身体练得很壮哇，就搞修派就厉害。那其实，在现在这个时代，都慢慢渐渐的式微了。所以其实要获得天下是要靠脑子啦不知不觉吕布已经被我们打到剩下就是大概半条血了也看到就是敌人还是非常多就玩这个变态版的人太多了，所以如果你要专心的打王的话，就不大可能像正常版这样打。看来似乎也只能就是一群人去拖住这些小兵然后一在
其中的1到2个人再来用力打哈。那魔王在拍摄这些就是怀旧游戏的时候啊，那个心里面的想法其实就是跟有一些变态的留言是一样。他要说他以前可能就没有办法玩这些游戏，不然就是这些游戏因为技术不好不能破台，钱也没有那么多。然后看着就是现在这些怀旧的影片，然后可以从现在看到破台的样子，他其实圆了心里的一个梦。其实魔王心里是很清楚这是什么感觉的啦。好啦，不知不觉吕布也被我们打死啦。哦，安尼都破台啊！敌就吕布不去多大哩，都怕你死。接下来我们就看破台画面啦。破关画面，因为我们现在要打的就是最后的曹操了。曹操的话，一共有3种破台画面，然后到时候魔王会摘录就是3种破台的结局给大家看。然后看第一种就是要不要杀他，如果你把他杀死的话，在时间内杀死的话，我们看到结局就是里面最好的结局了。看谁把他丢到那边去啊？你娘嘞！时间好像不大够呢，干你剩2秒，剩1秒，干你个怕戏！哦，干还好，他妈的嘞，时间都不够了。好啦，他就这样串起来啦。那我们也把曹操给杀死啦。我们看一下，就是好结局的部分。好，这都是加分加到死。后走回刘备这一边，刘备就说：“关羽、魏延、赵云，你们辛苦了，因为你们活跃，于是荆州就解除了危机，这就是给你们的恩赏。”那于是就在3个武将里面，谁的得分最后是最高的，然后就给他这个特别的恩赏。这恩赏也没有什么啦，说穿了就是一个梅亚过来亲你啦，所以就是说啊，这3个都是单身狗。结果就是赵云的分数最高，他就过去亲他一下，安内了就送了。于是就是这5个主要的大将就摆出了胜利的姿势。咱们说刘备将汉王朝复兴了，人们也重新获得了和平。最后就是刘备统一了3国，然后曹操死掉就说：“如果有3代就好了，吞食天地出3代，我就能够还有活跃的机会了。”然后再来就是每一位所使用的武将，他都有他的就是破台的画面。这个就是吞食天地的破台的画面啦。他到时候就全部。各关在过关的时候，是谁把他弄死的，他都会出来一个暂停的卡。就曹仁变一半，这都是杀掉那个夏侯桀跟晏明，怕张辽，打徐晃。要杀吕布，最后就打曹操。这边就是一个正常的好的结局。那我们等一下来看看那个其他的结局的版本是什么样子。好，来，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最后的2种结局。我们在遇到曹操之后把他放走的话，他就我不会忘记你对我的恩典的刘备兄弟。然后于是就回到了刘备这一边。然后刘备一样就是很简单的慰问你，因为在你的活跃之下，荆州的危机得以解除，这就是给你的恩赏。反正最后算一算，就是给你一个梅亚让你亲你的脸，概念就是这样。那我们就把这一段稍微剪一下，直接看一下后面这个部分。你看梅亚就来亲你了。先说这一个记录就是魔王自己只用魏延，光头魔王一个人破台。看到画面其实都是差不多的，大家看比较重要就是这里
于是就出现了三国鼎立的状态啦。就后面有说，但是和平的时间并没有持续太久。那后面呢，就是还是跟先前一样，就是各个破台的画面。那我们看一下不好的结局。如果你要杀曹操，但是没有在规定的时间把他杀死，然后或者是说让他从旁边的河里面跳下就跳走了的话呢，那就进到不好的结局了。那这个曹操其实除了丢炸弹之外，什么都不会做。我们就看看他。你看他这边哦，要跳下去了，讲干你有没有照？你有在死？哇，就跳下去啦。讲啊你娘，这里啥小？就是纵虎归山呐。于是后面也是一样，回到刘备这一边，太阳跟你讲废话，你辛苦啦，因为你的火药荆州的危机得以解除。后边都是拢差不多。那么后面这一段一样，我们也是稍微剪一下，他就把所有的敌人的分数都加一加，然后最后就干掉盖稿。但是你看，回到魏国的曹操，待他恢复之后，攻下了荆州，然后又把蜀汉给灭了。于是这个五个五虎将，也不是五虎将啊，就5个重要的将领，他们就变成一坨屎。大家每个人都在干叫。好来，最后这一边就是，如果你一道都没有接关，然后破台的话 ，one coin clean 就会出现这个特殊的庆祝画面。都是美啊美玲底下在跳舞庆祝你功力就搞恭喜你。然后下面就是卡普空的那个2个吉祥物，在那一边打架。他说你是一个很厉害的玩家讲的忽悠概念就是这样。好了，于是最后还是一样啦，就各关的被砍死的瞬间都会做一下记录。这个就是光头魔王单打的时候，你看我还骑马把每个魔王都干掉。那么你看这是曹仁，都存一岛燕明，这个都差不多啦。好啦，那这一款游戏最后就为大家介绍到这一边。这个游戏的影片其实相当长录到现在就已经有50多分钟了。我想应该也不是每个变态都会看得完啦。那但是我们还是把它做个忠实的记录。下次如果还有机会再帮大家介绍一下一些有趣的老游戏，那就先这样啦。我是魔王，一个外表跟内心一样变态的中年阿伯。我们下次见。